不同于那些上手测评节目，这拆解节目完事后啊，手机贬值的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而且一旦翻车啊，更是血本无归。所以一般呢，我们都只挑那些旗舰机啊，或者厂家送的啊来做节目。同期发布的系列中低端机型呢，一般就不做了。那今天为什么破例要做一期 iPhone 11呢？主要是3个原因啊。首先呢，是因为大家的捧场啊，我们淘宝店这2个月业绩还不错，感谢感谢。何以报恩，唯有拆机。二来呢，这不前天我刚拆了台华为 Mate 30 Pro 啊，不论是内部的设计还是大海的问候，导致我这个血压有点升高，所以再拆台 iPhone 来压压惊啊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iPhone 11是目前最受欢迎的 iPhone， 这又深深的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原来屏幕边框的宽度窄不窄，竟然跟售价相关。好吧，我们这就来看看这入门版的 iPhone 内部是不是和它大哥一样amazing。第一步，关机，然后取出卡托。不同于11 Pro Max， 卡托在更靠下的机身右下角，双 Nano SIM 设计依旧，卡托材质呢为金属，内侧有防尘防水的黑色胶圈。第二步，拆卸屏幕。iPhone 祖传开关先拆屏幕，用0.8五角螺丝刀卸下2颗底部螺丝，90摄氏度加热3分钟后，通过吸盘呢，在屏幕底部不难打开一条缝隙。随后呢，小心划开底部和侧边，注意屏幕右侧是有排线相连的。屏幕自左向右打开，用0.6 Y 型螺丝刀卸下固定屏幕 BTB 盖板的5颗螺丝，取出盖板，盖板背面均有对应 BTB 的缓冲泡棉和导电部，依次挑开触摸、显示和听筒组件的 BTB 即可分离屏幕。屏幕背面有一大块石墨散热膜，还有一块金属背板，通过侧边9颗螺丝进行固定，起到一个保护作用。卸下固定听筒的4颗螺丝，3颗十字，1颗Y形。环境光传感器上方呢还有一个金属卡扣，挑开后呢即可取出听筒组件。那组件信息还是一致的，听筒集成了扬声器尺寸呢大家看对比图。第三步，拆卸主板。我们先来看主体部分，精致好看就不用我多说了。电池呢为常规形状，主板也为常规形状没有它大哥那么 amazing还把卡槽呢分离了出来，果然1分钱1分货带来的好处呢是空间够用卸下3颗固定电池 BTB 盖板的 Y 型螺丝，盖板背面同样有缓冲泡棉，挑开电池 BTB 断电，再挑开主 FPC 的 BTB。来看后摄部分卸下2颗后摄盖板的十字螺丝，分别挑开主摄和广角的 BTB， 并取出后摄。后摄表面有泡棉覆盖，参数上呢2颗都是1200万。再挑开前摄组件和点阵投影仪的 BTB， 取出 Face ID 组件。前摄和红外镜头通过一个 BTB 和主板相连。卸下固定主板的3颗子母螺丝，取出上方的金属盖板，下面还有3个 BTB 依次挑开 GPS 天线、音量键组件和开机键组件的 BTB， 再卸下主板下方的1颗十字螺丝，取出盖板。下方又出现3个 BTB， 分别是无线充电、卡槽和天线的 BTB。接着呢，卸下固定卡槽的另外2颗螺丝，取出卡槽。卡槽厚度接近3.5毫米。取出主板的过程一点都不比11 Pro Max 容易还是双层主板，一共的15个 BTB， 接口相对比较集中，视觉效果整齐。座子呢都有泡棉保护，正反两面都有石墨散热膜覆盖。主板尺寸呢，大家看一下对比图。第四步，拆卸副板部分，先卸下6颗盖板上的十字螺丝，盖板背面有2处泡棉，撕开中间的1处贴纸和胶垫，卸下固定扬声器的螺丝后呢，取出。扬声器通过触点和副板连接，尺寸大小大家看对比图。卸下固定 Taptic Engine 的2颗螺丝，挑开 BTB 取出，尺寸大小看图。再卸下5颗螺丝，取出麦克风固定填充件，注意充电口内侧边缘还有2颗螺丝。卸下后呢，即可取出副板。那副板集成了2个麦克风，1个充电口。充电口内侧呢，并没有防尘防水的胶圈只在这个
机身的内侧做了这个泡棉双面胶。最后一步，拆卸电池。电池呢，通过上下2处易拉胶固定，撕开口子，逐个拉出。竟然没有翻车啊！电池厚度呢在3.97毫米，容量为3110毫安时，管够但不管用啊。iPhone 11整机呢有27种，共73颗螺丝。虽然低于11 Pro Max 的定位啊，但在整机装配工艺方面没有丝毫偏心。好了，拆完机啊，血压也降下来了。这段时间呢，接连发布的新机啊，在我们小伙伴们辛苦3个通宵后啊，终于可以轻松的去放大假了。我当然知道你们都在等相册，节后上线。最后激情提示：国庆期间啊，有想不开要出游的呢，注意安全。祝大家国庆快乐！对了，为了同步70周年国庆啊，我们维送印记淘宝店呢也搞了波活动啊，满70减11。我是娄斌，我们节后再见。